Hi, I'm Keanu Reeves. 电影《Matrix》骇客任务新作在20年后回归，这个当年触动着全球观众千禧神经的现象级电影，共鸣了世纪交替时代人们的情绪，对未来的期望、迷茫、焦虑和妄想，以及对网络和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与危险性的前瞻哲思。Matrix 也让当时34岁的基努·里维 Keanu Reeves 成为了风靡全球的好莱坞一线巨星。如今经历了30多年的电影生涯，参演近70部影片的基努，在近年来迎来了生涯的复兴。他的动作片将 Wick 系列大获成功，现在回归 Matrix 的他，更是登上了生涯第2次巅峰。基努并不是花天酒地、绯闻不断的普通好莱坞明星。I know I'm a pretty simple guy. You know, I've been really lucky to have the chance to have a career. Just have always tried to keep it simple. 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隐私，并以内向、平易近人、谦虚行善而闻名。可能他并不被所有的人理解，但受着近乎所有合作者和观众超乎寻常的爱戴。他平日随性潇洒的风格和一贯的行善，更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而他饱经超乎想象悲剧试炼的人生，也渐渐浮出水面。谈到他仿佛看透了世间一切的佛性性格的形成，基努说过，这是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共同结果。大家看完他的身世和身边的悲剧与爱之后，想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与感悟。基努·里维出生在黎巴嫩贝鲁特，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来自夏威夷的多国混血华裔。基努拥有夏威夷土著、中国、英国、爱尔兰和葡萄牙血统。他的名字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是吹过山间的清风。基努与母亲、妹妹一起在世界各地居无定所，从澳大利亚到曼哈顿，最后在多伦多定居。父亲在基努3岁时离开了这个家庭，10年后完全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日后他的父亲因贩卖违禁药物被定罪。对于他的童年和父亲，基努说，当然这绝对是一种创伤，但我很难解释他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不知道另外一种生活是什么样子。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在90年代中期，他联系过我，但我没有回复。当基努·里维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有时会独自坐在地铁上，一直坐到终点。当不得不下车的时候，他会在城市的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走来走去。他从不害怕，他想看看外面有什么。基努18岁时离开家，没有从他上过的4所高中毕业。他喜欢体育和表演。10几岁时，在一部戏剧中，他的才能被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而很多同龄的孩子却不知道。我有想当演员的创作抱负，我做到了。20岁时，他离开多伦多，开着一辆69年产绿色沃尔沃122，直接去了洛杉矶。1984年，基努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各种电视连续剧中扮演小角色后，在1986年的电影《血性小子》中亮相，并在《危险关系》中扮演配角。真正让美国观众记住他的是1989年的喜剧《比尔和泰德历险记》。他扮演的泰德这个角色是如此自然生动，以至于有一段时间观众误认为那个屏幕上傻头傻脑的中学生形象是基努的真实性格。此后，他开始出现在一线导演的作品中，出演了凯瑟琳·毕格罗的《惊爆点》、贝托鲁奇的《小活佛》和弗朗西斯·科博拉的《惊情400年》。过目不忘的英俊外貌和亲和力，让当年的基努在好莱坞有了自己的位置。但基努的表演却成了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他的演技单调，没有厚度。
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几个代表作中，无论是无厘头的高中生，还是面无表情的救世主，我们都能感受到，在他貌似波澜不惊的表面下，有着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独树一帜的风格能够让各种角色激发观众的共情感与共鸣。观众对他的情感既不是仰慕，也不是崇拜，而是亲切的爱戴。这种爱早已让他超越了这些质疑。他谦虚地说：“这只是优秀的编剧或导演的功劳，我只是影片画面中的一种颜料。”在89年的家庭喜剧《温馨家族》中，基努遇到了日后在《角斗士》和《小丑》中让大家熟知的华金·菲尼克斯，从而认识了他的哥哥瑞凡·菲尼克斯，这位当年如日中天的少年明星。相似的动荡童年、性格爱好与追求，让两人迅速成为了心心相印的密友。他是我那个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有共同的艺术灵感。瑞凡就是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精神饱满的独特艺术家。当瑞凡建议他们两人合作《我自己的爱达荷》时，基努马上同意了。这部格斯·范桑特的电影成为了90年代独立电影的代表作之一。瑞凡与基努的本色表演和化学反应也成为了经典。如今结合二人的命运重新观看此片，更是催人泪下。基努的生活中总有悲剧的伴随，他从小就不断目睹着他爱的和爱他的人的消失，以及无法解释的悲剧。儿时消失的父爱，身患白血病的妹妹，而他的密友瑞凡于1993年在好莱坞日落大道上死于药物过量。当时瑞凡23岁，基努28岁。近30年后的今天，基努说：“我讨厌用过去式谈论他，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很有独创性和天赋，勇敢又有趣，阴郁而又阳光。能认识他真是太好了。是的，他鼓舞着我，我想念他。”当年和基努共同主演《生死时速》，暗恋过他的桑德拉·布洛克回忆道：“我看到了基努失去朋友后的悲伤，那是多么深的悲伤！他非常注重隐私，但掩饰不了这一点。看到这样一个男人能够这般悲伤，我记得当时的我在想，上帝啊，可能这只是他对朋友的爱和关心，他的深度的冰山一角，这是多么有吸引力啊！1998年，基努在自己的乐队 Dogstar 演出时，与大卫·林奇的助理 Jennifer Sam 邂逅，并开始恋情。然而，在1年后的圣诞节，因 Jennifer 的药物问题，他们失去了已经怀了8个月的孩子 Ava。几个月后 ，Jennifer 夜间服药驾车发生车祸，基努再次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人。Jennifer 被葬在了女儿 Ava 的墓边。宗教信仰是基努不常谈的隐私，但他说过，从佛教中学到了对情感和无常命运的理解，以及对他人处境的感同身受。2019年访谈中，基努被问到人的生命逝去后会发生什么时，回答说 I know that the ones who love us will miss us. 我知道爱我们的人会想念我们。面对接踵而来的悲剧，基努没有选择自我毁灭，也没有选择成为受害者。94年的《生死时速》让基努成为了全球炙手可热的明星后，他得到了沃卓斯基的剧本《Matrix 黑客帝国》，这正是我喜欢的东西。我阅读过关于多重人格宇宙的观点，所以当我看到剧本时，我想到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拟现实。是的，我觉得这非常适合我。艺术既能带来娱乐，又能鼓舞人心，或具有挑战性，这真酷。片中女主角莫斯说过，基努的职业道德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人。
他训练更刻苦，工作更努力、更投入，总是问问题来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深度。当他自己做着如此复杂工作的同时，他却一直在照顾着我。提到他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基努做了个鬼脸，笑着说：“你是说困难？得了，伙计，我们只是在拍电影。”在生活中，基努很注重隐私，关于他的感情生活报道很少。在女友 Jennifer 的悲剧后，一直没有结婚生子。他曾和朋友电影人 Brenda Davis 以及周信芳大师的孙女周嘉娜有过恋情。基努在19年公开了他和艺术家 Alessandro Grant 的恋情，两人在10年前相遇，多次进行艺术合作。说起美术，你可能不知道，基努还在21年出版了他和漫画家马特金特合作的漫画《狂战士》。这部融入了他自身经历与哲思的漫画，已成为了近30年来销量最高的原创漫画。基努也是摩托车超级发烧友，在多个影片中都有所展露。他还在洛杉矶开设了自己的机车厂。关于基努的善行有很多故事。基努的妹妹 Kim 常年与败血症抗争，长期资助妹妹的同时，他建立了一个私人癌症基金会，帮助儿童医疗和科研。他还自己付出了数千万美元的代价，让 Matrix 剧组人员得到更好的待遇。不久前，基努乘坐的飞机因故障而停飞后，他耐心地帮助其他乘客安排行程。这些善行以及他在地铁让座、帮助流浪汉的日常视频，都席卷网络，甚至成了秘密。当被问到这些故事时，他有些不快地说：“我很注重隐私，所以如果这些东西不能保持隐私，那就不好了。我认为我们可以为所爱的人尽我们的所能。从对他人经历的理解中，你会发现，也许你能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处于一个迷茫或无助的时刻，向你寻求帮助，大家可以感同身受地进行对话。你可能没有穿过他们的鞋，但你知道他们走着的路。”这就是 Keanu Reeves， 好似一位在悲剧命运中看破尘世的现代独行侠，淡然地背负着命运，骑在马背上，踏在自己的路上走向夕阳。抱歉，骑着摩托车更恰当。